如果一个国家换掉了它的经济模式，换掉了它的血液，甚至换掉了它的灵魂，那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国家吗？而美国的4年内战就是躺在了历史的手术台上，进行了一次没有任何麻醉的鲜血淋漓的大手术，甚至连五脏六腑都换得差不多。那个杰斐逊笔下温情脉脉的农业美国，已经在战壕里流干了最后一滴血，而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是一个披着星条旗、血管里流淌着石油和国债、浑身散发着铜臭与钢铁气息的工业怪兽。林肯走进白宫时，心情估计比崇祯好不到哪去。国库空虚，南方造反，家里这帮人也不听话。当时的共和党就是个复仇者联盟的低配版，前辉格党人、反水的民主党人、激进的废奴主义者，这帮人凑在一起，除了吵架就是吵架。打仗这种东西，打的就是钱。1861年的美国政府穷得叮当响，以前靠卖地和一点点关税过日子，现在一堆的军队张嘴要吃饭，枪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而这个任务就交给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负责。这哥们儿有点能力，但不多，整天盯着林肯的位置，满脸都写着这个位置应该是我的样子。但在关键时刻，林肯还是要哄好他，让他好好干活。而这一干，直接就把美国从一个老实巴交的农业国暴力拉进了金融资本时代。他主要是用了3招。第一招是印钱，这在经济学上叫脱离金本位的信用货币。在此之前，钱是金子；在此之后，钱是国家依然存在的信用。蔡斯还把自己的大头照印在了1美元的钞票上，林肯的头像当时只被印在10美元上，因为1美元流通最广，蔡斯想让全美国人都认识这张脸，好为以后选总统铺路。第二招是超级借贷，从此资本锁进了国运里。1861年，美国国债才几千万，打完仗欠了28亿美元。财政部通过银行家杰伊·库克向全北方的老百姓兜售爱国公债。当北方的银行家、工厂主甚至普通中产阶级手里全是国债时，他们就必须死保林肯政府，因为如果南方赢了，联邦解体了，这28亿就成废纸了。所以国债不仅仅是钱，它是把资本家和国家绑在一起的红绳，这创造了一个恐怖的利益共同体。这就是后来华尔街控制华盛顿的雏形。在1861年之前，华盛顿的政客们是不太把纽约的银行家当回事的，政府想要钱，卖2块地就行了。但林肯的财政部长蔡斯通过28亿美元的国债给联邦政府注射了一针金融海洛因，它的毒性在于借新还旧。政府要想维持运转，要想修铁路，要想搞建设，就得继续发债。如果银行家不高兴了，不买你的债了，政府瞬间就会破产。当然后来也有很多外来的冤大头去买美国的国债，不过这是后话。美国国债这种东西，表面上你借给我100块，我承诺每年给你利息，但把时间的跨度拉长，你就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。20年前你借给美国1亿美元，那能买几架波音飞机？20年后，美国还给你1亿美元，再加点利息，现在只能买几个鸡翅膀了。不过这个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双刃剑，在莽人的手里是提款机，例如后来的罗斯福；在平庸的人手里就是被资本疯狂的收割。接下来萨蒙蔡斯的第3招就是极高的关税壁垒，这养出了后来的钢铁大王、石油大王。这一招让北方的工厂主们拥有了一个专属的、封闭的、没有任何天敌的狩猎场，想怎么割怎么割，总之就是关起门来收割。这也是南北内战的重要原因。以上是内战对于美国金融上的影响，下面就是整个美国社会结构的影响。南北战争打完之后，南方的白人男丁几乎死绝，人口暴跌，在北方和西部人口却暴涨了 27%。由于南方过去是以农业为主，但一个叫塞勒斯·麦考密克的老铁改良了收割机，以前收割1英亩麦子需要几个人干1天，现在一台机器突全干完了。种地不需要那么多人了，那些原本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被迫涌入了芝加哥、纽约，成为了第一代产业工人。在和平年代，没人觉得一定要用机器缝衣服，裁缝铺挺好的，但战争是极限场景。当联邦政府需要在几个月内给200万士兵穿上衣服时，手工裁缝那种量体裁衣的优雅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低效。因此南北战争又带动了美国的纺织业。一场内战同时也带动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胚胎。如果没有内战，美国的钢铁工业可能还要在摇篮里爬20年。但战争让联邦政府成了无限预算的超级客户，枪炮、铁轨、装甲舰，这些需求像强心针一样打进了匹兹堡的心脏。后来的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、石油大王洛克菲勒、金融大王摩根都在这场战争中迅速获益，最后成为一个巨无霸。到了19世纪末，这些在美国温室里养出来的巨无霸，他们的爪牙锋利，皮糙肉厚，技术和规模已经反超了英国和欧洲。从此美国人开始改变了。过去的美国人的梦想是30亩地1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现在的美国人梦想是进厂炒股做生意发大财。在内战前，美国工人的日子其实还算不错的。如果你是个铁匠，你拥有自己的铺子，你认识你的每一个顾客，你打出的每一个马蹄铁都有你的温度，你有尊严，你是社区的一份子。但内战之后，大工厂把手艺人吞噬了，你不再是铁匠张三，你是第7车间第3排第5号操作工，不需要思考，你只需要每分钟重复那个拉闸的动作60次，一天重复12个小时。总之，内战后的美国正处于剧烈的变动。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旧美国死在了战场上，活下来的是一个名为美利坚工业无限公司的资本怪兽。报纸上不再讨论人的权利，满版都是石油价格、铁路股票和关税税率。这场南北战争同时也让美国联邦政府有了质的飞跃。
在内战之前，普通美国人一辈子可能都跟联邦政府打不了交道，你交税是交给州政府，你犯法是州警察抓你。但在战争中，共和党利用为了打赢这个理由，干了2件惊天动地的事，成立了美国国税局的前身。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，联邦政府直接绕过州政府，把手伸进了每个公民的口袋里掏钱，也就是个人所得税诞生了。同时，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了军事集权。在内战前，美国没有庞大的常备军，只有各州的民兵。如果总统想打仗，他要请求各州州长借点兵。1863年，林肯推行了联邦征兵法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，联邦政府直接越过州长，派军官到村子里抓人当兵。同时，战后又来了个核爆级宪法修改，叫第14修正案。有些历史学家讲，美国分成3个阶段：内战前叫美利坚第一共和国，内战后叫美利坚第2共和国，罗斯福新政后称为第3共和国。总之，每一次都是大换血。当然，现在的美利坚依旧叫第1共和国，但实质已经变了。在1868年第14修正案通过之前，权利法案里多数条款都是只管联邦不管州，联邦政府不能剥夺你的言论自由，但是马萨诸塞州政府要是心情不好，理论上是可以封你的嘴的。联邦政府不能没收你的财产，但是佐治亚州政府如果立法说要没收，联邦是管不着的。第2层是为了表面保护黑人的修改，叫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，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、自由或财产。但实际上，以前你是居住在纽约州的纽约公民，现在你是居住在纽约州的美国公民。内战后，你的第一身份是属于联邦的，其次才属于州。联邦法院从此拥有了最终裁定权，他只要觉得你这个州的法律不爽，就可以引用第14修正案一笔勾销。